虽然我只有4000粉丝，但我发现看我视频的大多数都是00后用户。对于大多数00后来说，第一次上网用的是网线，05后第一次接触网络可能已经是 WiFi 了。但在这个连电话座机都逐渐消失的年代，应该很少人知道座机的电话线是可以上网的吧？和现在的宽带上网方式不同，我第一次进入互联网就是用拨号上网，只需要一台电脑，从座机的背后拔出电话线，然后拨打 ISP 的接入号就能上网。这条视频就给大家说说不同时代的中国人都是怎么上网的，同时也给那些把电话线插进笔记本网线接口却没有办法上网的90后们解答一下拨号上网的原理。拨号上网之所以叫拨号，还是因为这个上网技术和电话相关。在90年前后，由于互联网的用户不多，成本没有办法分摊，所以当时并没有互联网专用线路，网民们只能借着已经发展了将近1个世纪的电话网络来帮助自己上网。但是电话线只能传输模拟信号，计算机也只能识别数字信号，要上网那就必须要用到这2种信号的翻译官——调制解调器，也就是我们如今说的猫。当你要上网时，猫首先会将计算机的数字信号调变成模拟信号，随后模拟信号会在电话线中进行传输，然后在终端再次解调，以获得最初时的数字信号。虽然在猫的帮助下，电脑连上了网络，但最开始流行的 56K 调制解调器，最高也只能跑到每秒 56KB 的速度。如果你想以这种速度看完现在的这条视频，大概要下载3个小时。而且不仅是速度慢的问题，由于网络和通话都要用到同一根电话线，所以一旦有人打来电话，网上冲浪就会被迫终止，你刚刚加载到一半的网页也只能等等再重开。所以对于早期的电脑用户而言，电脑主要就是一个写文件的工具，而上网只不过是一个既要花钱又没什么好体验的奢侈品罢了。到了21世纪初， ADSL 拨号的普及才让上网变得稍微简单一点，而 ADSL 拨号和传统拨号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一个分离器。这个分离器把电话线路能传输的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分开，分别供电话和上网使用，这样就可以在同一根电话铜线上同时传输数据还有语音信号，2路并行，在你上网的同时也不会影响妈妈煲电话粥。而且 ADSL 的下载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兆，一下子就比传统拨号时代快了将近20倍。也是有了更高的网速后，个人电脑也从此开始普及开来。可以说，在 ADSL 的加持下，以电话线形态为主的铜线曾经是互联网传输的脊梁。但随着视频越来越高清，游戏画质越来越夸张，人们渐渐发现，如果只在调频技术上下功夫，对于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。而大家一直在用的铜线就是最大的软肋。在这里我提一个问题，作为接替铜线的传输线材，你认为光纤的优势在哪？也许你的回答是，光纤传输的是光，肯定传输速度更快啦。漏，大漏特漏，因为电在铜线中的传输速度是2.31米每秒，而光在光纤中的传输速度只有2亿米每秒。还有，电在铜线中走的是直线，但光在光纤中走的是这样的反射线。如果论传输速度，光纤还真的不如铜线。既然如此，那光纤到底凭什么取代铜线？虽然光说速度，光纤不够快，但由于光的频率更高，所以单次能运输的数据量也比电要更多。我们把光纤和铜线比作2条河，光纤这条河虽然流速慢一点，但河道却比铜线宽很多。这样算来，在单位时间内，其实光纤的效率会比铜线更高。而在实际运用中，光纤每秒能够运输10T 左右的数据量，而铜线只能运输10G，差了上千倍。另一方面，铜线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，信号的衰减比较严重，大概每100米左右就要用中继器对信号进行调整，传输距离十分有限。而光纤的有效传输距离有100千米，既稳定了传输信号，也节省了不少的设备成本。正因如此，光纤逐渐取代了铜线，而本来用来转化模拟和数字信号的猫，也变成了转化光和数字信号的光猫。那到了光纤时代，固话都已经消失了，我们还有拨号上网吗？如果是刚进大学的观众，可能都会发现自己需要通过 PPPoE 拨号才能连上校园网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也只有用 PPPoE 拨号连接路由器，才能让手机等其他设备连上 WiFi。本质上来说，我们第一次在设置路由器里输入的宽带账号密码，就是一个拨号的过程。只不过由于现代的调制解调器的技术进步，让你连上一次后，之后上网都不再需要自己拨号罢了。而 PPPoE 拨号的目的，只是为了鉴别用户的身份并且完成计费。
拨号这个名字只不过是一种传承，和电话已经没了关系。我是给大家科普各种硬核知识的硬核派，你的一键3连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也不要忘记点一个大大的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